Hello， 大家好，我是魔法老师博元。今天要教大家玩的桌游叫做魔法学园，这是一款由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在2016年出版的桌游。故事发生在魔法学园，玩家们要扮演魔法师，发挥各自的角色功能，一起拯救被黑魔法入侵的校园。魔法师要在游戏中同心协力，一起击退校园里的黑暗势力。这个游戏没有人可以独自获胜，相当考验团队合作哦。现在就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游戏中会用到的牌卡吧。首先是正方形的校园版图卡，每张卡都代表校园里的场地。游戏一开始时，我们先使用这些校园版图卡来打造魔法学园的地图，像这张是厕所，这张是教室。紧接着，魔法学园的主角们登场啦。这些是角色卡，一共有7张。在游戏开始时，每位玩家会抽一张角色卡，代表你在游戏中所扮演的魔法师。每个魔法师都有一项角色功能，我们等等会来示范怎么使用这些能力。决定好角色以后呢，我们就选定一位魔法师，开始进行第一回合的黑魔法对抗。第一位魔法师的回合结束后，就会换左手边的魔法师进行下一回合。在每回合的开始，要先翻开一张场地卡以及一张事件卡，来看看校园的哪个角落遭到了黑魔法的入侵，进而发生了霸凌事件。比如说，轮到我的这回合，我先翻开场地卡，是厕所，那我们就把厕所翻到黑白面，代表厕所已经遭受到黑魔法的入侵，失去了色彩。接着再抽出事件卡，并放到厕所版图卡的下面，代表在厕所发生了这样子的霸凌事件。要特别小心的是，如果学校有1半以上的场地都被黑魔法入侵，或者是一个场地同时有3个霸凌事件出现，就代表黑暗势力占领了校园，这时游戏就会结束，挑战失败。那么魔法师们该怎么做才能合作阻止黑魔法的扩散呢？每位魔法师在游戏一开始手上都会随机分配3张策略卡，每张策略卡的右上方都有1个符号，而且可以对应到事件卡上面的符号。这些符号其实就是击退黑魔法的关键哦。每个人在自己的回合可以做3个动作，你可以选择出策略卡或是抽策略卡，出卡或抽卡都算是一个动作。除了3个动作之外，每个角色也可以发动自己的角色功能。各位魔法师们要在各自的回合里想办法使用手上的策略卡对应事件卡上的符号，当符号凑齐时就能解决这个霸凌事件。随着事件被解决，场地也能由黑白恢复到彩色咯。最后记得要说一个故事，描述事件是如何被解决的哦。当场地卡和事件卡都抽完时，就是游戏的最后一回合。回合结束时，如果校园还有1半以上的版图卡是彩色的，那就恭喜各位魔法师挑战成功了哦。记得在玩的时候将手上的牌卡摊开，让伙伴们都看得见彼此，透过彼此合作战胜黑暗势力吧。接下来就带大家来看一下实际操作的状况。好，大家好，我是毒蛇，我们要来玩游戏咯。我是毒蛇，所以我的功能是可以弃掉所有的手牌，重抽相同的张数。好，那游戏开始的时候，我会先抽一张场地卡，是停车场，所以我要把停车场翻过来。然后我要抽一张事件卡，这是一个大家在捏我的脸的肢体霸凌事件。好，那因为呢，我手上的牌呢没有爱心跟三角形，所以呢，我决定发动我的角色功能，把这3张牌弃掉，然后呢，重抽3张牌。好，那我就决定来做我的3个动作。我的第一个动作呢，是我先使用束缚咒；第2个动作呢，我来使用我的同心咒。第3个动作呢，我来补一张手牌。好，那因为呢，我的爱心跟三角形都已经使用了，所以我已经可以完成了这个霸凌事件的解决。我来讲故事了。好，那在停车场呢，我被一群同学耻笑我吃很多东西，但是呢，我就先决定用束缚咒把他们对我的这些动作先暂停，先停止。然后呢，我再使用同心咒，让他们知道说，我会一直想吃东西，是因为我得了小胖威力症，所以我会忍不住一直想吃，一直想吃。那当他们知道了我这种一直想吃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就不会再欺负我了，所以我就解决了这个霸凌事件。那我解决这个霸凌事件之后呢，我就把牌放回弃牌区，然后校园就恢复了彩色，这回合就结束了。
大家好，我是阳光女孩坦克。我的角色功能是，在我的回合可以多出一张牌。首先，我要翻开一张场地卡，是在教室。教室被黑魔法入侵了，再抽一张事件卡。在教室里发生了一件同学们取笑我胸部大的霸凌事件。接下来我就要使用我的3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我想要先抽一张策略卡。第二个动作，我想使用昏睡魔药。第3个动作，我想要使用时空转换咒。那因为我的角色功能是可以多出一张牌，所以我要发动角色功能，再多出一张朋友药水。可惜还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事件哎。坦克，我来帮你。大家好，我是热心助人的祝海边。我的角色功能是可以在队友的回合出一张策略卡，并且补牌。这张魔法专线给你，然后补牌。谢谢祝海边的帮忙，我终于可以解决这个霸凌事件了。这个霸凌事件发生在教室，解决了这个霸凌事件。好，接下来就把这个策略卡放回棋牌区，让校园恢复彩色，结束这个回合。大家好，我是充满干劲的冲哥。我的角色功能是可以多做一个动作，所以我总共有4个动作可以做。好，首先我先抽一张场地卡，是厕所被黑魔法入侵，发生了一起抽事件卡。脱裤子的霸凌事件。好，那我的3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我要出反弹咒，第2个动作我要出假面破除咒。那我手边已经没有可以出的策略卡了，所以我第3个动作我要抽一张策略卡，然后我要发动我的角色功能，可以做第4个动作，我选择抽一张策略卡。好，结束，没有办法解决事件。大家好，我是做冰室上学的虎妹。我的角色功能是能移动一张事件卡到任何的校园版图。好，那我现在来抽场地卡。又是厕所，厕所已经被黑魔法攻占了。那抽事件。哇，有人在厕所的墙壁上画性器官哎。糟糕！现在厕所已经有2个霸凌事件了。我们的游戏如果有3个霸凌事件发生在同一个场地的话，学校就会被黑魔法攻占。所以我现在要发动我的角色功能。我要把这一个霸凌事件移到隔壁的顶楼，因为顶楼现在还没有被黑魔法攻占，所以我帮大家争取一点时间。那我现在有3个动作要做了。我现在手上没有任何可以对应的策略卡，可是我有一张彩虹卡，彩虹卡可以代替任何一张策略卡，所以第一个动作我要使出彩虹卡来代替橘色的策略卡。好，第2个动作我要抽策略卡。我抽到的是飞行咒，刚好可以用，所以第3个动作我要使出飞行咒。我剩下一个红色爱心就可以解决霸凌事件了，好可惜哦。虎妹，我来帮你。我要发动我的角色功能，帮队友出一张策略卡。我可以出红色的照妖镜，补一张牌。好，谢谢周海边。那我现在说故事喽。我的故事说完了，那我现在把卡片放回弃台区。我们的厕所呢就恢复成彩色的喽。大家好，我是小宅。那我的角色功能是用3张手牌就可以解决一张事件卡。那现在我要抽一张场地卡，又是厕所，还好刚刚虎妹已经把厕所的事件解决了。那接下来我要抽一张事件卡。那厕所因为被黑魔法入侵，所以发生了这个霸凌事件。那这张事件卡需要4个策略卡才可以解决。那虽然我手上只有3张策略卡，但因为我可以发动我的角色功能，直接用这3张手牌就可以解决掉这个霸凌事件，不受符号的限制。好，所以这个事件就被解决了。那接下来我要做3个动作，因为我手上都没有牌了，所以接下来3个动作我要选择抽牌。第1个动作，第2个动作，第3个动作。
我现在要来说故事哦。最后解决了这个霸凌事件。现在我把卡片放回弃牌区，让厕所恢复光明。大家好，我是动作很缓慢的小龟。我的角色功能是任何时候都可以补满3张卡。好，那我现在要先来抽场地卡。这个是操场，操场被黑魔法入侵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哦，在操场上面好像发生了有人在勒索人的一个事情。好，那我现在要先做第一个动作是使出召唤咒。那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小龟，我来帮忙。哦，谢谢你。我要发动我的角色功能，帮队友出一张策略卡。我可以用魔法盾，然后再补一张牌。哇，谢谢住海边。我想到我要做什么事情了。我要发动角色功能，任何时候都可以补满3张牌。好的，所以我现在，好，我要进行第2个动作。第2个动作，我要使出电击咒，再来要发动角色功能，好，第3个动作，好，我要使出隐形咒，好像就这样子了。哦，我还要发动角色功能，应该这样就好了吧？嗨，又是我住海边。我要先抽一张场地卡，是在垃圾场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有同学被人家抢钱包。那虽然我的角色功能是可以在别人的回合里面帮忙，但是在我自己的回合里面，这个功能没有办法发挥，所以我只能执行3个动作。就第一个动作要用束缚咒，虽然还有其他的卡可以出，可是如果我现在就把卡用完了，等到别人回合我就没有办法帮忙，那我就剩下的2个动作就直接抽牌。第2张，第3个动作，结束这个回合。好，看完了刚才的示范，各位玩家们都清楚魔法学园的玩法了吗？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地方，我们的魔法学园游戏说明书上面都有很清楚的讲解哦。那么就祝福各位玩家在魔法学园中都能成功击退黑暗势力，一起打造彩色的校园吧。